明洪武5年，公元1372年，南京紫禁城，开国皇帝朱元璋坐在龙椅上翻看一本书，越看脸越黑。翻到某一页，他突然暴怒，把书摔在地上，下了一道圣旨，把这本书的作者从孔庙里搬出去，不许他再享受祭祀。更夸张的是，他还下令删改这本书，删掉了85条他看不顺眼的内容，编了一个解本给天下读书人看。什么书能把皇帝吓成这样？就是孟子。朱元璋读到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的时候，心态崩了。一个布衣出身的皇帝，好不容易坐上龙椅，你告诉他君主是最轻的，老百姓比他重要，这书还怎么让人读？但有意思的是，没过多久，朱元璋又悄悄把孟子请回了孔庙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这本书里说的东西他绕不过去。孟子全书7篇，每篇分上下，总共35000字左右。和论语那种短小精悍的语录体不同，孟子里有很多长篇大论，有完整的论证过程，有精彩的辩论场景，有生动的比喻和故事。读论语像是在听一位长者随口点播，读孟子则像是在看一场辩论赛。孟子一个人对阵各国君主，各路对手，舌战群雄，气势如虹。这本书最核心的主张可以用4个字概括：人性本善。孟子说，每个人生下来心里就有善的种子，他怎么证明呢？他举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反驳的例子。假如你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你的心会猛地一紧，想要冲过去救他。这个反应不是因为你认识小孩的父母，不是因为你想要邻居的表扬，也不是因为怕被人骂冷血，你什么都没想，心自己就动了。孟子说，这就是恻隐之心，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。恻隐之心就是人的萌芽。他接着说，人天生有4种心，恻隐之心是人的萌芽，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，辞让之心是礼的萌芽，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。仁义礼智这4种最重要的品德，不是从外面灌进来的，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的种子。你要做的不是去外面找，而是把这些种子培育长大。所以孟子说了一句很温暖的话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，就是把那颗跑丢了的心找回来。这个观点太重要了，它意味着每个人，不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，生来就具备成为圣人的全部条件。你和尧舜之间的差别不是能力上的，而是你有没有把心里的善端扩充开来。所以孟子说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。这句话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简直是一声惊雷。但孟子不是那种只谈心性不谈现实的人，他有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洞察，道德需要物质基础。他说了一句大实话，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为士为能。若民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没有稳定财产还能保持道德操守的，只有读书人勉强做得到。至于普通老百姓，饭都吃不饱，你跟他讲仁义道德，他听不进去。所以治国第一步不是教化，而是让老百姓有饭吃，有地种，有稳定的生活。先让他活下去，再教他怎么做人。这个逻辑放到今天依然精准的让人沉默。从性善论出发，孟子推导出了一整套政治主张，核心就是2个字：仁政。什么叫仁政？简单说就是国家的一切政策必须以老百姓的福祉为第一优先。君主不能只顾自己享乐，不能只顾打仗扩张，你得先让百姓吃饱穿暖。孟子对齐宣王说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尊敬自家的老人，也尊敬别人家的老人，疼爱自家的小孩，也疼爱别人家的小孩。如果整个社会都能这样，治理天下就像在手心里转动一个小东西一样容易。那如果君主不搞仁政怎么办？孟子里有一段对话，堪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里最大胆的言论。齐宣王问孟子，商汤流放了夏桀，周武王讨伐了商纣，这是臣子杀君主，难道也可以吗？孟子面不改色地说，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，残贼之人谓之义夫，闻诸义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破坏人的人叫贼，破坏义的人叫残，残贼之人就是独夫民贼。
我只听说周武王杀了一个毒夫民贼叫纣，没听说他杀了什么君主。这句话等于说，君主如果不行仁政，就不再是君主，而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毒夫。朱元璋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估计后背都凉了。他删掉的85条里，这一类大逆不道的言论占了很大比例。孟子里还有很多让人拍案叫绝的比喻和故事，比如揠苗助长。宋国有个人嫌禾苗长得太慢，一棵一棵往上拔，结果禾苗全死了。孟子用这个故事告诉你，修养心性不能急，越想走捷径越坏事。比如50步笑100步，战场上有人逃了50步，嘲笑逃了100步的人是胆小鬼。孟子用这个比喻告诉梁惠王，你的政策和邻国比不过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，本质上都是不顾百姓死活。再比如鱼与熊掌，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在生命和道义之间选择道义。这段话后来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硬的一块骨头。孟子的文风在先秦典籍里独树一帜，他不像论语那样含蓄温和，不像老子那样玄妙深奥，不像庄子那样天马行空，他气势磅礴，情感充沛，逻辑严密，比喻生动。你读孟子，能感受到一个老头在2000多年前拍着桌子瞪着眼睛为老百姓大声疾呼的样子，他的愤怒，他的热忱，他的雄辩，穿透2000多年依然滚烫。梁启超后来说，读孟子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今天回头看孟子这本书，你会发现他给中国文化注入了2样极其重要的东西。第一样是对人的信心，他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善的种子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成为更好的人。你从小被教的人之初性本善，源头就在这里。第二样是民本思想，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。这个观念从孟子开始，成了中国政治文化里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。你听到的得民心者得天下，源头也在这里。朱元璋删得掉85条文字，删不掉这本书已经刻进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。2000多年过去了，孟子当年拍着桌子说的那些话，我们今天还在听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